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一定有发现，加拿大装修师傅的专业分工和华人习惯的方式很不一样。尤其是呢，刚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朋友，只要家里的房子需要修修补补，该找什么样的师傅来维修，这总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。这一集呢，小李哥就带大家来逛逛装修卖场，顺便和大家聊聊在加拿大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师傅，他们又分别负责着哪些不同的工作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逛逛Home Depot。Home Depot 呢是北美最大的装修卖场。小李哥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，这类的家居卖场都是一般的消费者去逛的，真正的装修从业人员还是会从专门的材料商去进货。但是在加拿大这里很不一样，因为在装修卖场里几乎可以买到所有的材料，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前提之下，大多数的装修师傅都会选择在装修卖场进货。也就是说呢，加拿大的装修卖场最主要的客群就是像小李哥这样的装修从业人员。所以呢， Home Depot 卖场里的商品分类自然也会比较重视师傅们的喜好。比如说一位电工师傅早上走进 Home Depot 去补货，当然会希望在同一区就能买到所有要用的材料。拿了材料之后，最好还能再补几支工具，结账的时候顺便再来瓶提神饮料，这样就实在太幸福了。所以呢， Home Depot 就针对了各种不同专业师傅会用到的不同材料和工具，来划分商品的分区。一个分区呢，就代表着一个专项类别。所以啦，大家跟着小李哥走完一圈卖场，就知道加拿大有哪些专业的师傅啦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外面我们就会看到 Garden Center。Garden Center 呢，就是放一些你室外花园要用的东西。那这个不只有种花的东西，但还有所谓的 landscaping 的东西。加拿大我们特别的工种叫做 gardener。这 gardener 呢，就是处理你园艺上面的问题，它的相关的材料也会放在那边。Home Depot 有很多的出入口远方那边有一个商务的出入口，也就是 loading room。我们装修从业人员有很多人车子比较大，我们都会直接把车子停在那个出入口，方便我们搬运货物。这里小李哥特别提醒大家，虽然卖场没有特别去管，但是大家如果不是要上下大型的货物，还是不要停在 loading room， 把位置让给真正需要上下货物的大型车辆。就像小李哥今天只是来买点小东西，我就会选择把车停在停车场，多走几步路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嘛。我们今天从商业入口进去，我们没有买东西嘛，所以我们走小门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这里先大项目先走一圈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些细节，它到底哪个货架卖什么，想听小李哥介绍这个部分的话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第一个项目呢，就是 lumber 呢就是木材。看到 lumber 呢，大家会想到工种一定是木工啦。小李哥在台湾就是木工。在加拿大呢，木工其实分为两种，不要以为我会讲粗木工和细木工，其实这样讲是不对的，就是分为结构木工还有 carpenter。最常在 lumber 买东西的一定是结构木工。其实结构木工呢 framer 它只是方便翻译啦，结构木工真正做的范围呢，它不只有做墙壁的结构。这一排呢，我们刚刚看到的还有 roofing。那 roofing 呢，就是做房子外面的房顶，这里有卖相关的外房顶的工具和外房顶的材料。Home Depot 这边很贴心，梯子这边梯子还有踩高的东西也都在这里。也跟 lumber 相关的，这里是木线，窗户的窗线啊，门的门线啊，地下的地脚线啊，和天上的 cloud molding， 这都属于木线。好，我们这个通常会去交给 carpenter。我们看这边的大分类就是 door and window， 就是门和窗。加拿大的门是门和框一起卖的。
在传统上，结构木工 Framer 主要是做房子的隔墙结构、门窗、外墙、外房顶、阳台以及围栏 fence。但是在现在，我们的分工更明确了，有做门窗的专业公司，外墙、外房顶也有专业公司。最近几年，新来的印度小哥快速的占领做围墙 fence 的市场，我们不得不佩服印度小哥的做事勤奋。在冬天下大雪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在室外挖坑做围墙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和效率，难怪他们能够生意兴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年下来 ，Framer 走向专业化，还真就回到了字面上的意思，就是做木屋隔架。如果您家中想要重新隔间，想要多做间卧房啊，多做个出租单位啊，这之类的，或是您室外想要做个阳台，这些都是归结构木工管的。另外，再说到 Carpenter， 中文直译是木匠啦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叫它装饰木工。Carpenter 主要负责的就是完成面的装饰，比如说橱柜、木地板，还有装饰木线。橱柜和木地板很好理解，但是什么是装饰木线呢？我们可以看影片里面的这张图，这就是室内所有的装饰木线，从门框、窗框、cloud molding、地脚线到壁炉的框架，当然还有室外的装饰木线。这些部分的安装以及维修都是属于 Carpenter 的工作范围。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卖 drywall， 那 drywall 呢，就是我们亚洲人常讲的石膏板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习惯叫它灰板。那成分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中间是石膏板，前侧和后侧有贴了2层纸，为了能够让强度更强，还有让它保温度能够更好。做 drywall 的呢是 drywaller， 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这边会看到结构木工呢 Framer 呢把墙给隔好了。然后呢，他却不封板，封板是交给 drywall 去封板。那这边也有卖一些相关的材料，这包括什么 ？drywall 就是这个。另外这边呢，还有放什么？放 insulation， 就是墙的中间、外墙里面我们会放隔热棉，或者有些家里会有一些特别需求，还有隔音棉。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隔热棉和隔音棉是不一样的。小李哥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木工的工作就是把隔间做好，交给油漆工来批土收尾。在加拿大这里的分工完全不同，是先由结构木工来做好隔架，再交给 drywaller 来封板和批土，最后再交给油漆工来收尾。其实以整体施工的角度，加拿大这样的顺序比较合理。至于说为什么这样安排，今天的影片因为篇幅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展开细说。有兴趣的朋友，麻烦在下方的留言区输入+1，之后呢，我会再拍个影片来细说。回到主题，因为分工的原因，在加拿大修补灰板和批土都是 drywaller 的工作。大家如果家里面的墙壁破了一个洞，你要找的是灰板师傅，而不是木工师傅。还有小李哥为什么提醒大家，保温棉不等于隔音棉呢？就是小李哥看过太多的装修案件，错把保温棉当隔音棉来塞。真正原因是什么？这我不好说。我只能说隔音棉比保温棉贵，而且还贵很多。那大家细想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装修师傅装错呢？不过我相信，看过小李哥今天这一集影片的朋友，肯定是不会再装错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 Lumber 这边还有卖木板，木板这些结构木工做的。好，我们再从这边走回去，这一区呢放的是水泥。那水泥呢，在加拿大这边呢，它就是属于 masonry， 就是石匠。那会用到水泥的工人呢，还有水泥的工具的，当然就包括你是做室内室外的水泥的工作，还有室内的瓷砖。如果家里瓷砖出问题，或室内室外你有铺石板这相当的问题，这都属于 masonry。石匠呢是个历史悠久的职业，我们都知道有个很出名的组织叫做共济会。共济会的英文就是 Freemasonry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石匠其实就是建筑师啦，因为那个时代的房子就是石头盖的嘛。在加拿大，房子虽然都是木屋，但是房子的地基还必须是水泥结构。一般在加拿大，住宅建筑的石匠工作大多分成了3个专业。第一就是 Foundation Builder，
就是做防止地基的。如果呢你房子有地下室渗水的问题，就是要找做地基的师傅。第二就是 external mason， 就是做室外水泥的工作，比如说像车库前面的 driveway 啊，或是你要在花园里铺一个砖石走道，在门口做个石板阶梯、石板外墙的等等。第三呢就是 tile worker， 也就是瓷砖师傅。现代呢瓷砖师傅用的材料已经非常的专用化，所以呢在 Home Depot 有专为瓷砖师傅另开了一个专区。大家请注意，在加拿大，瓷砖师傅和做水泥的师傅是两项完全不同的专业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走到这里，我们就会看到地板。那地板呢有3种工人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masonry 就是做瓷砖的，第二种呢就是做木地板的。如果正确的按照执照的分类的话，做木地板的工人应该是 carpenter， 但是目前呢，木地板也是被专项的去独立出来的。有很多师傅他只会做木地板，他并不会做其他的木工，就是专门做木地板。木地板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卖地毯的。加拿大主要就是3种，第一个就是瓷砖嘛，第二个就是木地板类的，实木地板、工程实木地板、强化地板，还有 SPC 地板，都是属于木地板类的。还有就是地毯类的。那地毯呢，也有专门的地毯师傅。虽然现在有很多地板公司，同时提供了木地板、地砖和铺地毯的服务，但是呢，这3样工作完全是不同的技术。小李哥建议大家还是各自找专业领域的师傅来施工，这样比较稳妥。比如说现在很流行把地毯换成木地板，那你就找一位专业的木地板师傅来为你施工。浴室想要铺地砖，你就找一位专业的瓷砖师傅来施工。小李哥看过太多地板公司包场的工程，最后的装修结果实在是一言难尽。大家最好先选好装修师傅，再挑选材料，因为材料商呢，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认为最有利润的材料卖给你。但是一个好的装修师傅，他必须要负责您装修工程最后的成败，以及日后的使用以及保修。师傅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环节，你说是吗？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看到 paint， 那油漆的话就是油漆工啦。那加拿大这边油漆工跟亚洲国家不一样。刚刚小李哥说过，比如说我们像隔完一面墙，那我们在台湾就是木工把墙给隔完了，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交给油漆工。油漆工必须要把我们隔出来的墙给补平，抹上补土，补平之后然后油漆，这些都是油漆工做的事情。在温哥华，一个油漆工他补土只会做一些小坑洞，但是那种做完结构之后的补土他是不补的。补土呢是刚才小李哥介绍的 drywaller， 就是做 drywall 的事情。加拿大的油漆师傅就真的只有做油漆，最多呢只会帮你补墙上的小刮伤，或是螺丝孔这之类的小洞。墙板的破损和新墙面的补土都是灰板师傅的工作。另外，室外墙的喷漆，它和室内墙的油漆的施工方法是不同的，不是每一位油漆师傅都能做到内外兼修。这一点您在估价前一定要问清楚哦。其他关于加拿大油漆相关的问题，欢迎大家观看这4部的系列影片，夏利哥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哦。接下来的是 storage， 主要呢就是你的衣橱还有车库里面的一些层架。那这些衣橱和车库的层架呢，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装，也可以请 carpenter 来做，也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边我们看还有一个大类，这个大类就是电器。Home Depot 这边有卖很多的电器给大家参考。为什么把电器也分开来？因为呢，修电器并不是电工的工作，电工是管家里面的电路配置、电器的安装和电器的维修，有专门修电器的师傅。在加拿大，电工是负责家里的电路相关工作，但这不包含电器。您家中的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，这些电器坏掉了，你要找的是专门的电器维修师傅，或是联络原厂来维修。但是以效率来说，您还是直接找维修师傅会快一点。
有时候原厂虽然有提供保固，但是当你联系完原厂，他就会寄一组零件来给你，您还是要自己找师傅装上去，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找专业师傅呢。接下来我们看 plumbing 就是水工，大家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水工是谁吗？就是玛丽兄弟，开玩笑。在水工的领域呢，也独立了出来的2个专业。第一个专业呢，就是做 HVAC， 那有人叫 HVAC， 就是所谓的管道系统。那这个 HVAC 呢，是有一张专业的牌的。那这关系到什么？家里面做风暖，只要有风的暖气、排风扇，只要把风抽出去，或把风循环，或把风带进来的东西，都属于 HVAC 系统。所以 HVAC 是一张独立的执照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也是跟水工有关系。在以前的认知也都是水工的工作，但是现在也被独立出来了，就是做瓦斯的工作。大家会想啊，瓦斯是气的啊，那为什么大家以前我们把它当水工？因为瓦斯要装热水炉嘛。那所以呢，通常呢做水电的一定要会去接瓦斯，但是呢，在加拿大这边呢，做瓦斯的已经是一张非常非常专业的牌了。如果你家里面的 boiler 就是烧水的锅炉出了问题，你要找的是瓦斯工。跟水工的材料放在一起的就是 base， 就是浴室啦。那这边我们看到水龙头、浴室，Home Depot这边很贴心，把厕所放在这个位置，刚好做展示嘛。水工的执照分3家，就是水工、管道和瓦斯。这主要是因为这3项的工作都非常的专业，但是我们在施工上，这3种师傅的合作其实是分不开的。最常有交集的就是在做暖气和做空调的时候，比如说风暖 furnace， 加热的锅炉归 gas filter 管，进气和排气的管道归 HVAC 管。到了水暖呢，锅炉还是归 gas filter 管，但是热循环的水管就是 plumbing 的工作。还有我们说到这几年最流行的热泵换装，还需要配合电工，先把电路升级，回路安装完成，才能让 HVAC 来安装主机。最后呢，还要由 gas filter 来安装备用的供热系统。说来说去，水电暖这3项工作还是不分家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分散专业呢？因为分散专业就是分散风险。这样的施工当然会牺牲一部分的施工速度，但是呢，换来的是更加标准化和安全。小李哥相信，只要是能够让房子更安全，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电工 electrical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电工并不修电器，电工是什么？接电线、电力的配置，或者是帮你家里面的电力扩容。在台湾啊，水电是不分家的，就是叫水电工嘛。水电师傅就是一张技术士的执照，但是加拿大这边水工是水工的执照，电工是电工的执照，它是分开的啊。这里是放电工的东西。家中的电路分成强电和弱电。强电指的是120伏、240伏的交流电，就是插座、电灯、暖气用的电。弱电指的是直流电，就是电视、网络、监视器。这些虽然都是电工的范畴，但现在的电视网络公司，比如说像是温哥华的 Telus 和Shaw，都会帮你网线入户，还会帮您设定好路由器和电视，这样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家庭使用。如果呢，你要安装监视器，家庭剧院也有专门的公司可以为您服务。大多数的家庭电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家中的交流电路，除了插座和开关，安装电灯、排风扇、暖气片等等，这也都是电工的工作。刚刚说到这2年最流行的热泵，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一定要配合电工师傅一起来施工。还有一点很有趣，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加拿大电工执照其实分成家庭电工和工业电工。按理来说呢，家庭电工的工作都是低电压，工业电工是高电压。我们用想的就知道工业电工危险多了。照理说，工业电工的执照应该更难考，但是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。家庭电工要考所有的电工法规，当然这也就包括了商业用电以及工业用电所有的法规。但是工业电工就只要考工业用电的法规。也就是说呢，一个家庭电工可以去工厂上班，但是一个工业电工却不能在住宅接电。
大家可能觉得这点没什么，但这一点就充分的说明了加拿大是一个以人为本、人命关天的社会。我十分同意一个说法，就是加拿大的房子，如果论到装修的精美，绝对比不上中国或是台湾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如果讲到房子安全可靠，很少会有豆腐渣工程。在居住安全的这一块，是大家毋庸置疑的。大家看电工的附近呢，就一定会卖灯泡。灯泡后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seasonal 的东西，所谓的 seasonal 呢，就是它的季节性商品。那刚刚万圣节过去了，所以现在是开始卖圣诞节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逛完了一圈 Home Depot， 大家会不会觉得加拿大装修的分工真的非常的细？也许有朋友会想，那我家里要翻新装修，那我不是光找师傅就要找到怀疑人生了？其实呢，还有一个专业叫做 constructor， 就像小李哥就是一个 constructor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客户拟定装修方案，整合每一种专业师傅，安排施工的顺序，以及确保施工的品质。工地里的每一项流程，我们都要监督细节，甚至呢还要亲自动手参与。所以呢，一个好的 constructor 一定是经过多年的工地管理训练、千锤百炼的老手。如果您的装修工程想要施工顺利、品质好、完工准时，找一个专业、认真、负责的装修师傅是非常重要的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对你有帮助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